为什么那么多人搞错舒张压呢？舒张压跟心室的舒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心室舒张时，并没有血液流到 aorta，所以血管壁并没有血流的冲击啊，所以几乎没有压力。怎么会有舒张压80毫米汞柱呢？如果有这个80毫米汞柱，那你在量血压的时候，听诊器就应该要听到2个冲击声啊。你在量脉搏的时候，也应该要有2下，就好像你在听心音一样，一次有2个心音啊，不是吗？但是并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压力啊，收缩压跟舒张压都是心室收缩造成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误解？就是因为原文书的问题，这是其中一本，很多本都是这样写的。这个图表就是上面那本书里面截图出来的哦。它这个图表这样子是错的，因为它把收缩压当成是心脏收缩时，舒张压当成心脏舒张时，这是不对的。所有的压力啊，不管是收缩压或舒张压，它都是心脏收缩时才有的，应该要画成这样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图可以不要啦，没有必要。嗯，他还把这个血压啊分成呃 systolic phase 收缩期，舒张期，没有这样分的哈。因为我们的收缩压跟舒张压啊，它的收缩舒张这2个意思啊，是指我们的血压计的束带的收缩跟舒张，并不是指左心室的收缩舒张。我们先来看几个英文单字哈。这个 systolic pressure 就是收缩压，这个 sys 啊是有一个中心的，就好像一个政府的中心这样子。所以这个 systolic 哦，它是指这个我们在量血压时啊，这个束带啊，向我们的血管中心集中把它束起来的时候，束到最紧，然后还能够量到血压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收缩压。这个收缩是指束带把血管往内收，往中心收，所以这个 sys 啊，它就是有向中心的感觉，有一个中心，所以我们的 system 就是一个系统。那至于这个 diastolic pressure 就是舒张压，这个 dia 哦是向外扩充的感觉哦，所以这个舒张压就是指我们这个束带啊慢慢放松，慢慢放松，一直松到最松的时候，你还能够量到血压，这个时候就叫做舒张压。哦，像我们这个 diameter 就是直径嘛，它也是向我们的四周扩散啊。diaphragm 我们的横膈膜是向四周扩散啊。哦，它是相对于 sys 往中心集中啊。哦，我们看下面这个图，我们量血压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是血管，绿色这个束带啊，我们一直加压，加到200的时候，整个血管都被堵住了，血液都不通了。然后我们慢慢放，慢慢放，190、180，到180也许血液就流一些过来，但是我们还听不到它的撞击声。再降，也许降到160，我们就听到这个血流的声音了。那我们就说这个人的收缩压是160。再继续降，血管越来越大，
140、120，血管内扩张到100，还是听得到血流的冲击声啊。当你降到80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听到。那70的时候，这个束带已经很松了，你可能就听不到这个血流撞击声。所以呢，80就叫做舒张压。譬如我们这个水库啊，这个水库这里就好像我们的束带。假如我们的水库很满，那个压力就很大，那个冲出来的血啊，就像这样子。我们的听诊器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在量的啦，量它的血液冲击我们的血管壁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束带啊绑的紧度啊，刚好能够让这个血液啊很强的冲出来，所以你都可以听到这个冲击声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束带啊放得很松的时候，就像这样子，下面这个图，它的血啊流出来就没有冲击力了。听诊器放在这边听了就听不到那个血流冲击血管壁的声音的时候，那舒张压就是你最后一次还可以听到冲击声的时候叫舒张压。我们再来看心脏的收缩跟舒张的英文。心脏的收缩我们叫 contract，CON、COM、COL 是合在一起的意思，但是它没有一个中央指挥，所以 conversation 是大家合在一起转，是会话，并没有一个人在主持哦，跟 cis 不一样。这个舒张呢叫 dilate，di 就有点2啦或稀释 relax 感觉，就好像 dilute 的是稀释嘛。所以这个 dilate 是指心脏所有的肌肉它放松了，它并没有向外扩充的感觉，并没有像 diastole 是有向外扩充哦。譬如说心室舒张啊，它只是肌肉放松，它不是心房的血液来把它挤开的，它并没有向四周扩充，它只是放松而已。心房的血液啊，不可能将心室开嘛，因为它压力很低啊，它只是血液这样子流下来而已，流到心室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量血压的这个 systole 跟 diastole 为什么跟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 contract dilate 英文会不一样？其实它是有含义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重要机构他们的描述。这是台大医院健康教育中心所写的。他说，舒张压是心脏舒张时血液流入右心房，这个时候压力最低，叫做舒张压。这个也是健康教育中心的一个心脏主治医师他所写的。他说心脏会舒张啊，血液流入右心房啊，此时压力最低，称为舒张压。这个是卫福部的。舒张压是指心脏舒张时的血压。这个是一个诊所他也是这样写。舒张压是指心脏舒张时的血压。这个是香港卫生署的网站，它是这样写的：舒张压表示在心跳之间，心脏放松时血管内的压力。这个是百度百科的描述。他说，心脏舒张末期，血液暂时停止摄入动脉，而已流入动脉的血液靠血管壁的弹力和张力作用继续流动，对血管壁仍有压力。这个时候的血压称作舒张压。这个也都是从英文书抄过来的啦。如果真的有2个压力的话，那你把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？
舒张期有第二心音，为什么你在量血压的时候没有第二脉音呢？这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主任医师，他也是这样讲哦。这是武汉大学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，他也是这样讲哦。这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王子，他也是这样讲。他说 ，diastolic pressure is the pressure during the resting phase between heartbeats。这个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王子他所写的，他也是这样讲。他说 ，diastolic pressure is the minimum pressure recorded just prior to the next contraction。这个是 Science Direct 的网址，他也是这样讲。这个是美国心脏协会他所写的，他也是差不多是这样讲。好，我们来谈谈血压高低的因素，主要分成血流量跟血管壁。血流量就是要考虑到心率跟 stroke volume。心率呢，如果很快，但 stroke volume 很低，那也没有用。譬如休克，血管壁就是要看它的软硬。就血管壁来讨论哦，我们分成舒张压低跟舒张压高两方面来讲。当舒张压低时啊，我们可以推断血管壁是比较薄、比较软，因为当你的束带放松，一直松，一直松，它血液还能够冲击到那个血管壁，让你感觉到有震动，那一定是血管壁软的啊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测得它的收缩压是高的，那可以推断应该是单纯由血流量来引起的，也就是心率啦、stroke volume 升高啦。当我们这个舒张压测起来是高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推断血管壁是比较厚、比较硬的。因为血管壁比较厚、比较硬，你如果束带放得很松的时候，那个血流来冲击它，根本就感觉不出来。所以当舒张压高的时候，而且我们要测得它的收缩压也高，那我们就可以推断，第一个，它的血流量很高很高很高；第二个，它的血管壁很硬很硬很硬，两种因素所引起的。所以我们才说，当舒张压高的时候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心脏负荷的问题啊？是不是血管硬化？哦，都是要特别去追踪的。我们再来讨论脉压增大是什么情况会发生？脉压增大就是 systolic 增加 diastolic 降低了啊。第一个是动静脉络，因为它这个动脉啊，直接就连到静脉去啊，没有透过微血管，所以呢，它的回心血会增加，心脏打出来的血流就会增加，所以它的 systolic 会增加。那动脉导管未必也是一样啊，从这个主动脉的血液啊，会直接流到肺动脉去，然后就跑到心脏来了，所以它很快就会有回心血的增加，同样的 systolic 就会增加。这个主动脉闭锁不全啊，主动脉的血液啊会倒流到左心室去啊，所以下一次它左心室打出来的血流量就会更多啊，所以 systolic 就会增加。严重贫血，因为缺血，所以心脏会认真的打血，stroke volume 就会增加。
systolic 就会增加。高热的时候，我们心跳会比较快，所以 stroke volume 会增加 ，systolic 就会增加。甲亢的时候跟高热一样的道理。动脉硬化我们上面讲过了哦。再来，我们来讨论脉压减小的情况。脉压减小是因为 systolic 降低，或者是 diastolic 升高。第一个是主动脉狭窄，左心室的血液就出不来，所以它这个 stroke volume 就降低，所以 systolic 就降低了。心脏衰竭也是一样的意思 ，stroke volume 就降低 ，systolic 一定降低。休克跟心脏衰竭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至于心包积液呢，它会限制我们心脏的扩充啊，所以呢，回心血就降低，它打出来的血量就降低 ，systolic 就会降低。收窄性心包膜炎跟心包积液是同样的道理。如果排除血流量跟血管壁的因素，第一个问题，老年人皮肤比较松、比较薄，它的舒张压是不是会比较低呢？第二个问题，青壮年他的肌肉比较厚实，它的收缩压是不是会比较低呢？以上啊，挂一漏万，疏忽之处在所难免。如有任何指教，麻烦 email 联络，谢谢你。这图表是心脏斑毛病。我们如果掌握了水流、动力学，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背哦。有机会再来献丑，谢谢各位。